这恐怕是近2年来我见过最嚣张的一次零元购，不仅直接撞开闸口和警车为队友开路，还大摇大摆的开走了2辆奔驰和2辆保时捷，顺路连阿瑟的道奇充电器也一并抢走。好家伙，我了个倒反天罡！这一战直接造成近100万美金的损失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伊利诺伊州的阿瑟接到了 4S 店的求助，报告人称有人在他们的停车场零元购了几辆车，于是阿瑟便赶到现场，用自己的雪佛兰泰号堵住这个停车场唯一的出口。但叫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他的车还没停稳，车尾便遭受了剧烈的撞击，这一下吓得阿瑟连滚带爬，连忙拉开了距离。阿瑟刚离开，一辆奔驰 S63 直接顶开了大门，老哥则是跟在身后，生怕被队友抛弃。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两人才刚离开没几秒，紧接着一辆保时捷马看又冲了出来。那么肯定有人要问了，这个时候阿瑟在干嘛？让我们切换到阿瑟的视角。刚赶到现场的阿瑟并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此时的他正在悠哉的倒着车，但是还没停稳就差点被人撞翻。对情况不明就里的阿瑟不敢贸然行动，立刻下车拉开了距离。当他看见奔驰 S63 冲出来时，误以为老哥的目标是自己，所以不断的后退来保持距离。这也导致了他发现撞他的老哥没有上车时，无法第一时间跟上将老哥扑倒。然而这位老哥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被他的队友过河拆桥，反倒是停在路边，提前给他打开了车门。尽管阿瑟全力以赴，但始终是慢上了一拍。更绝望的是，回头一看，这辆保时捷刚好离场。这一前一后3位老哥的配合简直不要太精彩。此时的阿瑟没有半点力气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老哥们离开。看着渐行渐远的车，阿瑟突然意识到，这群老哥原来是早有预谋的团伙作案。终于得空的他第一时间向总台呼叫了支援。而当他才刚走到停车场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似乎还有动静。好家伙，难不成还有高手？为了保险起见，阿瑟决定先把大门给关上。就在阿瑟关门之际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停车场里突然传来了暴躁的引擎声，下一秒又一辆白色的奔驰从拐角处冲了出来。好家伙，这还没完没了了！面对这群训练有素的老哥，阿瑟的体力早已透支，又一次眼睁睁的目送一辆奔驰 E 离开。这才短短的2分钟，损失了一辆保时捷马看、一辆奔驰 S63 和一辆奔驰 E 级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撞上阿瑟的那辆车是一辆保时捷 Taycan。这时支援的道奇充电器才终于赶来。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这位 Madam 得知了现场的情况，表示他刚才遇见过一辆 S63， 在确认队友没有受伤后，立刻驾驶道奇充电器朝着老哥们逃跑的方向追去，留下阿瑟在这里等待支援。但殊不知 Madam 这一去的遭遇比阿瑟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现在我们切换到 Madam 的视角，此时的他独自出发，面对这群训练有素、计划缜密的老哥，他的心里也是相当没底。于是出发后的第一时间，他便呼叫了支援。完全忘了他也是作为支援的队友才刚刚赶来。不过叫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辆奔驰 S63 并没有走多远，在第一个路口便因为打开色盲模式撞上了 NPC。好家伙，干着8星大佬的勾当，却只有1星小黄鸡的实力。Adam 也没想到这功劳来得如此之快，下车后他便第一时间环顾四周，很快他便在斑马线附近发现了一位装作无事发生的老哥，从穿着来看像极了刚才差点没上车的那一位。于是他便试图制服这位老哥，但能闹出如此大动静的老哥又怎会乖乖投降？于是老哥凭借着灵巧的走位和 Adam 玩起了秦王绕柱。Madam 还在和老哥玩着躲猫猫的游戏，完全没有发现老哥已经摸进了他的道奇充电器。因为没熄火，老哥上车不费吹灰之力。等 Madam 反应过来时，却是始终没能鼓起勇气将老哥击毙。就连老哥也没想到，摸走一辆道奇充电器比摸走一辆 S63 更加容易。就这样 ，Madam 的这辆氛围灯拱手让给了老哥。好家伙，你不是过来支援的吗？合着你是来支援老哥的。失去了道奇充电器的 Madam 待在路口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。不仅如此 ，Madam 也完全不知道这辆 S63 里面应该是有2位老哥。刚才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分散，另一位老哥早已不知所踪。现在我们把镜头切换到老哥所驾驶的这辆道奇充电器的视角，老哥一路踉跄跑过来，成功摸走了这辆道奇充电器。老哥也是倒了大霉，作为先头部队撞开阿瑟为队友开路，甚至差点没能上车。好不容易上车，还没坐到20秒就冲进了沟里。和 Madam 斗智斗勇，一路秦王绕柱，终于摸上了这辆道奇充电器。但是在慌乱之中，他所走的方向却是自己刚刚来时的路，被自己撞的雪佛兰泰号就停在路边。只怕是2人都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再一次见面。要说这阿瑟也是倒霉，这已经是阿瑟第4次目送老哥离开了。最主要的是前面3辆追不回就算了，这一辆是真不能放走。
还真别说，这道奇充电器在老哥手上比在 Madam 手上要快得多，一脚油门下去，速度直接来到200，路上不明就里的 NPC 纷纷减速让行，生怕耽误了阿 sa 抓人。看来老哥和他的队友们一样，都是硬茬。快，奔腾小星锤申请匹配，近40年的国货大品牌，首创了便携式3头剃须刀，到手只要100多，把胡茬剃得太干净了，脸颊下巴都能反光，小机身大能量，它的3亿立体浮动刀头配合13.5万次每分钟的切割速度，紧贴两颊下巴，攻打人中唇沟，多硬的胡茬都不是对手。专门设计的双环弧面刀王，丝滑剃须一顺到底，工作压力大，爆痘的时候也能用，不用担心血光之灾。兄弟们选剃须刀，一看方便，磁吸刀头能拆洗；2看实用，干湿剃须全兼顾；3看颜值，外观高级超有面；4看耐用，自研磨刀头越用越锋利，比阿 sa 转弯都丝滑。像我平时出差旅行都随身带着，电量足，续航能用1个多月。需要就来评论区领券，保价送运险，自用或者七夕送礼都不错，充就完了。老哥也是体验了一把不一样的待遇，但可惜好景不长，前方2辆氛围灯迎面驶来，看来是阿 sa 的支援到了，同时这也意味着老哥已经暴露，这一下让本就不明就里的 NPC 更加搞不清情况。而随着赶来支援的氛围灯变得越来越多，意识到情况不妙的老哥便将车速开得越来越快。要知道道奇充电器可是一辆马力370匹的后驱车，在这样的雨雪天气开到200多公里每小时，完全是在拼八字。果然就在下一秒，方向打得太急，车辆出现了甩尾，老哥使出了毕生所学，正在极力控车，但却因为车速太快根本停不下来，最终还是撞上了路口等红灯的 NPC， 强大的惯性将2车都送进了沟里，才勉强停了下来。这老哥的八字究竟有多硬呢？这么说吧，这已经是他在5分钟内的第3次撞车，期间还赤手空拳从2位阿 sa 手上成功逃脱。这一次他也是在树林里面跑了50多米，才被阿 sa 用新能源武器成功制服。要我说，老哥有这毅力，干啥事儿不能成功？虽说这老哥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，但他却是凭借一己之力拖延了阿 sa 不少时间，帮助了他的3位队友成功完成消星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来自芝加哥，名叫塔瓦里厄斯·杰克逊。在被捕后，他没有供出任何队友，这也让阿 sa 对于其他3人根本无从下手。而这一次的损失极为严重，眼前的这辆道奇充电器价值接近7万美刀，很明显已经当场报废。另一辆躺在沟里的奔驰 S63，价值18万美刀，用来开路的保时捷 Taycan，价值12万美刀，被开走的保时捷马看还是一个顶配版，起售价就需要7万美刀。还有最后离开的不起眼的奔驰 E， 起售价也达到了5万美刀。这还不算上雪佛兰太后的维修以及其他损失。本以为是一起普通的零元购，没想到短短的5分钟便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。好了，随着老哥以1保3，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仅供教育意义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